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9月6号星期一，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1的节目。我们今天有3个主题，第一个主题，黑天鹅飞临天安门广场的隐喻；第二个主题是刘鹤自说自话，自打嘴巴；第三，大连日本风情街叫停的说法啊。那么昨天这个新闻其实是昨天最关注的一件事情就是黑天鹅，有一只黑天鹅飞到天安门广场啊。那么天安门广场9月5号清晨啊，那么升旗仪式结束之后，大家发现来了一只黑天鹅啊，在那儿这个闲庭信步啊。这个新闻基本上被国内刷屏，我还是要讲一下啊。引来这个黑天鹅就引起了很多这个市民的围观。广场工作人员维持秩序啊，然后疏散了这些，把他们赶走啊，然后就派人把这个黑天鹅捕获，8点钟就把它捕获了，送到顺义有一个北京市野生动物救护中心啊，送过去啊。那么这件事情网友就很多议论啊，我们也议论一下。那么天安门广场是中共建政以来最重要的政治活动的场合啊。那么基本上你可以看到最重要的政治事件都发生在天安门广场啊。那么像这个开国大典就在天安门广场，那么这个毛泽东接见红卫兵也在天安门广场啊，6·4事件也在天安门广场。基本上你看到最重要的政治事件都发生在天安门广场以及它周边区域，所以你基本上你可以把它当作是中共的一个庙堂啊。中共的一个庙堂。庙堂是什么？庙堂就是一个皇帝一个王朝举行最重要的政治活动的一个场景，也叫庙堂啊。那么黑天鹅的飞临啊，这个有一个用的比较少的词可以形容啊，这个词叫野鸟入庙啊，就是野鸟入庙，就是野生的一只鸟，就黑天鹅就是野生的一只鸟，入庙堂啊，庙堂就野生的鸟飞到庙堂里面去了。这个出处是什么呢？出处是《汉书》。《汉书》里面有一句话叫“野木生巢”啊，野鸟入庙，则王之义也。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朝堂上面开始长野草了，然后野鸟呢飞到这个庙堂里面来，那么这是王之义也，就是这是败亡的征兆啊，就这意思啊。那么庙就讲的是庙堂啊，讲的是这个太庙的明堂叫庙啊。庙是有专指太庙，太庙是皇家的私人的祠堂叫太庙啊。那么皇帝就在太庙里面祭祀。那么就野鸟如果闯进了庙堂啊，那么指国家出现了败亡的征兆。今年以来这个时局破败啊，习近平发动了一场又一场的运动啊，那么打压异己，风鸣口舌啊，那么政治日趋黑暗啊，经济方面形势日益困窘啊，房地产市场濒临崩溃，然后消费市场凋敝，商业也日趋困难啊。在对外关系方面，中美对抗无可挽回啊。然后中国和其他的西方国家，比如说欧盟、日本，那关系已经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啊。在这种情况之下，一只黑天鹅飞到这个天安门广场，是否预示着中共政权的灭亡呢？啊，这是一个，所以我们讲这个野木生巢，野鸟入庙，则王之义也，仿佛是一个谶语啊。谶语我们就要看一下是不是真的成为谶语。谶语是什么呢？谶语就是一个预言，后来被证实的预言就叫谶语啊。
那么这个昨天呢，就很多网友啊喊在网上就说，天鹅是天人感应不祥之兆吗？然后有人说这个黑天鹅来了，灰犀牛还远吗？很多人把黑天鹅当做一个专有名词，黑天鹅的确是个很特定的名词啊。黑天鹅什么意思呢？黑天鹅其实是比喻那罕见的事件，就是从来没发生过，突然一下发生。比如说黑天鹅，在澳洲发现黑天鹅之前，人类社会认为天鹅都是白色，突然在澳洲发现了黑天鹅，所以黑天鹅就被比喻成为三个特征：第一，具有意外性啊，就你没预测到，哎，突然发生啊，第二有重大影响啊，重大影响。第三个呢，就是它或多或少呢，就你事后去分析，它或多或少是可以解释的啊，就是这三个特点啊。所以黑天鹅其实存在于各个领域，你比如说金融市场，你比如说商业啊，比如说经济，甚至政治，甚至是国际关系，都有黑天鹅。就比如说一战爆发就是这个一场刺杀事件，导致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黑天鹅事件啊。那么黑天鹅跟灰犀牛是一个搭配的关系啊。什么大？灰犀牛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很平常，非常常见，大家都习以为常。但是呢，这件事情持续的会走到你面前来啊，这是很庞大，影响也是非常大。所以黑天鹅是意外，灰犀牛是什么？习以为常，两件事情都是危险。那么在2017年的10月份啊，中共18大，习近平提出来了三大攻坚战。第一条就是什么？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啊，他就提出这个啊。那么第二个是什么？精准扶贫。第三个污染防治。习近平在18大提出来了一个政治口号，就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然后再提出三大攻坚战。三大攻坚战提出来之后，其实我们把事情往回看，中国的下坡路就从这个时候开始，就18大开始啊。那么到了2019年的年初1月21号，习近平在中央党校专门开了一个专题研讨会。实际上专题研讨会就是没什么研讨，就是上课。中央党校召集什么呢？召集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开一个专题研讨会。这个专题研讨就是上专门课，请各个领域的这个专家来上课，讲的是什么？内容是什么？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啊。那么参加的人是省部啊，省部是什么？地方官员、地方主政官员，加上国务院各个部委啊，部级领导开这个研讨，其实就是上课啊。那么这个研讨班级别非常高，7常委全部来啊。这个李克强主持会议，然后是这个栗战书、汪洋、王沪宁、呃，赵乐际啊、韩正出来啊出席啊。习近平就在这会上讲了一番话，他说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包括政治、意识形态、经济、科技、社会、外部环境和党的建设等领域啊。他所谓的风险，中共所谓的风险讲的是什么？大家别以为中共讲的风险只是讲的是群体事件，不是的。中共对社会的群体事件，所谓群体事件，就是大家抗议啊、游行啊、集会啊，这个抗议啊，人一多聚集在一起，它是群体事件。中共对这个非常敏感啊。其实他讲的风险就是什么？中共的政权风险啊。
那么中共一向把政权视为他的生命，那么高度防范风险，就是防范影响他执政的所有的因素，就是风险。所以你可以看，从2017年开始，中共开始收紧什么呢？收紧这个口子，因为他感觉到风险越来越大，中共执政的危机越来越严重，这是他们自己发现啊，他们自己，你可以看，从2017年的开始，18大开始，10月份开始，一直到现在没有停过，也就是说，中共的执政危机在不断的加深。那么习近平在会上这么说，他说：面对波谲云诡的国际形势啊，复杂敏感的周边环境，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我们必须始终保持高度警惕，既要高度警惕黑天鹅事件，也要防范灰犀牛事件啊。习近平讲点题了，既要有防范风险的先手，也要有应对和化解风险挑战的高招啊！这习近平就喜欢这种绝招啊！既要打好防范和抵御风险的有准备之战，也要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战。这就是习近平的作风，要出击，不断的出击，他就不断的搞运动，就其实跟这是有关系的。其实中共呢，就基本上是阳谋，他的话，他其实要做的事情，他都跟你讲，只是你听不听得懂的问题啊。所以求仁得仁啊，习近平日防夜防，防的是什么？中共政权的危机啊。那么所以呢，他就不断的搞运动，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我们举例来看，其实你现在回过头来看，中国很多行为它是有原因的。你比如说 P2P，P2P 的暴雷，中共用了2年时间把 P2P 整体团灭，就整个的 P2P 要整个的切掉。那么整个 P2P 切掉，大概蒸发了大概是2到3万亿人民币啊，那么数以百万的中国的中产阶级也团灭。就是很多人把钱放到这个 P2P 平台上去，然后这一团灭也就没了。这实际上呢，东拼西凑的一些钱，中产阶级消灭一大半，消灭从这里来。所以为什么中国消费市场上不去，就是两件事。第一个是房价上去了，中产阶级基本上就消灭了，他就不会有钱再去消费了。还有一个有点余钱的人在 P2P 给灭掉，这是一块啊。P2P 这件事情其实对中国经济打击非常的大，中国经济开始走下坡路，有各个领域都在发生事情，它不是无缘无故的，它不仅仅是周期性的问题。实际上，中共在所谓防范重大风险的过程当中，他做的很多的动作其实是什么？其实是给自己挖墙脚啊！你看 P2P 他认为 P2P 有风险，有风险隐患，他不是引导他把它正常化，而是有风险，算了，搞不定，切了吧。这有点像这个太监把它切了吧，啊，就这风险隐患，你这么多年轻小伙子在宫里，又这么多宫女。我老婆在这里面，这不是有隐患吗？那怎么办？切了吧，这就中共。其实中共现在的很多思路跟以前皇帝的思路是一样的，不行就切了吧。比如说像教培行业啊，教培行业，哎，有风险隐患，那我在这睡，你在旁边睡，那怎么行？不行，切了吧。这个思路就是这个，就是以前宦官的思路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房地产市场，房地产市场其实跟 P2P 暴雷的这个思路其实是一样的，就是觉得房价上去了，整个经济绑在房地产市场啊。其实这件事情中共自己造成，那怎么办呢？那就要想办法
切不动，太大切不动，那怎么办？慢慢切，慢慢锯。他做的两件事，第一件事控制资金进入房地产市场，第二件事政府各地方政府不断的搞来搞去，搞来搞去，你看现在中国房地产市场就快崩了，马上，这现在就是马上的事儿，各地都出问题啊。你比如说，你再举个例子，三大攻坚战，污染防治，污染防治这件事情，你不要看这一个政策，这就轻描淡写讲的一个政策，不是的，其实背后是什么？数以百万计的中小企业倒闭，所以我就说，中国经济开始走下坡路。2017年它开始这个三大攻坚战一上来，中国经济在2018年开始出现拐点，都是有原因的啊。你比如说像防范政治风险，团灭教培行业，这上来就是上万亿的市值蒸发，对吧？上千万的师资失业，然后3、4千万的这个从业人员失业啊，这就是他要干的，防止风险啊。防止风险还有一个什么？摧毁民办企业、民办教育，民办教育占25%，直接压缩到20%、5%啊，减掉20%，减掉20%什么意思？地方政府要增加3000到4000亿的教育经费，才能够维持住民营企业的这个规模。因为你把它灭掉嘛，灭掉它，你这边你还得提供学位，你否则的话，那就有3、4千万的小孩子没地方读书，就这个问题啊。这就是习近平这个团队，他们这个团队的操作。那么上来就折腾，折腾这个，折腾那个，折腾完了以后呢，就不断的这些折腾呢，就产生严重的政治、经济、社会的后果。那么产生后果的之后呢，就对他的执政产生了危机。他的执政危机，那执政危机怎么办？那又要去防范风险，不断的采取措施防范风险，而防范风险的措施本身就是在折腾，然后不断的折腾，不断的折腾又不断的循环这件事情。所以今年9月5号，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是评论员文章，题目叫什么？叫坚持原则，敢于斗争啊。他是习近平学习习近平在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仪式上的讲话的这个评论员文章，上来就讲，共产党人讲党性、讲原则，就要讲斗争他不讲人性讲党性讲原则，就要讲斗争那么然后他就是他这么说，他说在原则问题上绝不能含糊，绝不能退让，否则就是对党对和人民的不负责任，甚至是犯罪。他说共产党人任何时候都要有不信邪、不怕鬼、不当软骨头的风骨、气节和胆魄。他没想他遇到的这些状况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他们自己是这些原因这一篇文章呢，总共是1300字，28个斗争所以呢，你可以看这个习近平还在搞运动，还要搞下去，所以你可以看这是什么？这就是黑天鹅飞到天安门广场的根源，就是共产党他自己，那只黑天鹅就是共产党好，我们第一个主题就讲到这里，我们下面讲第二个主题。刘鹤，刘鹤自说自话，自打嘴巴为什么？9月6号石家庄开了一个会，叫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那么刘鹤以视频的方式出席和致辞然后新华社发通稿，全网发。那么刘鹤讲了一番话，刘鹤讲的基本上讲了
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数字经济，第二个方面叫民营企业。然后刘鹤说，这个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数字经济发展，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要深刻领会学习，要认真贯彻落实。然后他讲了一堆数字经济必须认真落实，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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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要善于创造这个软环境结合各地的优势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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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了一堆数字经济，但是他没有讲一句话，数字经济要大发展，他没讲，他讲了一堆这样的话，要落实习近平的指示批示，但是他没有说要鼓励发展数字经济，为什么？不方便为什么不方便？数字经济讲的是什么？在中国是什么？数字经济就是核心就是互联网经济，所有的数字经济都发生在互联网上，所以数字经济就是中国的互联网产业，当然不完全是，但是主要的是在互联网产业。互联网产业的核心是什么？是互联网企业。那你把这件事情一理解明白，你就知道为什么刘鹤不讲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那这句话他就是愣是没讲。为什么？因为前面他上来就讲习近平有指示有批示，为什么？今年到现在一直在干嘛？折腾在折腾没停然后他又说了一句话，他说必须大力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在其稳增长、稳就业、调结构、促创新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然后他说，民营经济作为我国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 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城镇就业，90%以上的市场主体数量然后他就要2个键，毫不动摇，毫不动摇然后就坚决最后他的结论就是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没有变，现在也没有变，将来也不会改变这说话相当流氓和无耻为什么？那你想一下，去年年底开始这个中国政府开始疯狂的治理互联网企业那么各种无理的、无聊的、明目张胆的手段和这个措施，令人发指，已经到令人发指的地步就强词夺理到了就是令人发指的地步那么这个刘鹤是习近平的经济管家刘鹤基本上架空了这个李克强李克强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也是小二黑然后呢，习近平在经济领域的主要的经济政策都是刘鹤制定所以呢，你现在看互联网从去年年底到现在，中国的互联网企业加上教培行业因为这一轮折腾下来，大概损失了将近1万多亿吧不止1万，超过1万亿，1万亿美元的市值，就中共这一轮折腾下来那么现在这刘鹤跑出来讲这数字经济它出来真的是打脸，就是你想一下，所有的互联网企业都是私营企业，然后你在这里讲说什么？说这个你的政策没有变，你的政策是没有变吗？互联网企业现在什么情况？4个字叫奄奄一息那跑的跑，躲的躲跑的跑。你看这个滴滴赶紧去上市，因为他知道再不上市的话，他上不了市了。躲的躲，你像那个谁，刘强东现在升了一个总裁，他自己往后退然后那个谁，而且那个总裁是徐向前的孙子找一个挡箭牌然后你看
这个字节跳动退了吧，这个拼多多的这个老板都往后退啊，往后退，退不了的，躲不了，跑不了，躲不了的，那怎么办？送钱，对吧？这个阿里送1000亿拿出来捐赠，那这个腾讯也拿1000亿出来，1000亿是什么概念？大家想一下1000亿是什么概念？多少年挣多少年钱能挣1000亿？拿1000亿出来挣钱，那是什么？那是买命的钱。你想，互联网企业两个龙头企业各拿1000亿出来买自己的命，刘鹤在这里讲说我们的政策没有变，现在没有变，未来也不变，这不是骗人是什么？这就是纯粹就是骗人啊！那么你看，私营企业现在老板能逃就逃，能走就走，这就是现在刘鹤跑出来讲这个话的原因。他为什么不出来讲这个话？出来讲这个话，大家知道中国现在在干一件什么事情？把外资赶走，把内资赶走。你说中国经济能好吗？好到哪去？房地产市场岌岌可危，正在崩溃当中。中国现在什么叫防范风险？中国最大的风险就是中共。中国最大的经济风险、政治风险、社会风险就是中共，中共他自己。我们再回顾一下，为什么我要把刘鹤挑出来讲？今天刘鹤出来，我们就要讲讲他。习近平的国进民退是从谁开始的？就从刘鹤开始。刘鹤在2015年，当时他是中央财经办主任，刘鹤啊，他当时就提出一点，要做一个供给侧调整。为什么要做供给侧调整？当时的原因是什么？背景就是2008年这个温家宝的这个叫什么？温家宝的8万亿，4万亿啊，4万亿，当时的4万亿的刺激经济的政策，这个4万亿上来，全国就开始大干快上，大干快上的结果是什么？就是需求就增加啊，你搞基建你要钢铁啊，要水泥啊，要各种各样的原材料，于是呢，钢铁、水泥这些一线的原材料的产业就大发展，因为有需求啊。稀里哗啦盖到什么时候？但盖到2014年、2015年的时候，供过于求了。整个的原材料行业开始供过于求。供过于求的原因是什么？2015年中国经济到了25年跑不动了，开始往下走，一下这个原材料行业就遇到麻烦，钢厂啊这些什么有色金属啊就开始遇到问题，因为它产能过剩啊，因为它原来需求这么旺。现在没需求了，没需求怎么办？叫3去1降1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就这个意思。这是先是谁？先是刘鹤提出来，然后到了2015年的这个11月啊，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11次会议，就是现在的中央财经委。中央财经委开会，习近平提出来供给侧改革。供给侧改革是刘鹤先提出来，提供给习近平，习近平提出来，我们下一步就供给侧改革。供给侧改革吹响了国进民退的号角，政府就利用这个国进民退干什么？干一件事情。就是把所有的民营企业从原材料行业赶走，包括钢铁、有色金属、石化等这些全部赶走。赶走完了以后呢，那当然就消灭了很大的民营企业，很多民营企业就是很大。你可以看原材料行业的民营企业都是规模非常大的，在这个领域全部赶走、消灭掉。然后呢？这是第一步。与此同时，当时因为经济收缩，全国各地的民营企业扩张，因为4万亿的这个扩张，
扩张各地都在扩张，所有的企业都在扩张。扩张它当经济回落的时候，资金链出问题了。就你现在可以看啊，你现在看到的这个房地产开发企业遇到的这个资金紧张，和当时的情况是一样的。当时很多各个省各个省都有龙头企业，私营企业的龙头企业都不行，撑不住，撑不住怎么办？国资委收购，基本上这各地的龙头企业，国资委都收掉了。所以现在地方企业、地方的民营企业当中，龙头企业基本上不存在。就国进民退的第二步，第三步是什么？第三步就是混改。混改是什么？混改其实就是国企说我要改造，那怎么办？把私营企业拉进来。我原来呢是收购你，没收购成是吧？你还有实力，行，我改革，改革给点好处。我这个100亿，我国企改制，我就估值够80亿给你算了，你就入股吧，入股然后我就上市，你能套现。这个故事骗了无数的民营企业，剩下没有破产的，还有实力的民营企业，就通过混改就干掉了啊。这个典型的例子是谁？典型的例子就是汇源果汁的老板，就是一件这样的事情，就是从央企到省一级的国企都在干这个事情。这是第二步，第三步就是今年以来所有的互联网头部企业都被打击，全是私营企业，从互联网企业到教培行业，全是私营企业，全灭掉的是这些。所以你可以看到，在针对私营企业的所有的政策都是谁干的？都是刘鹤干的，都是这个账要算到他头上。所以我为什么今天一定要把他拉出来打脸的原因，就是他干的这个政策，而且他明明是他制定的一场运动接着一场运动的始作俑者，就是刘鹤。刘鹤出来跑出来讲这番话，必须打脸啊！然后其实我还准备了一个2018年他接受这个人民日报和新华社记者采访。他当时就这么说，他当时就在讲，我们毫不动员，两个毫不动摇。其实中共的话哈，其实是非常下流。什么叫两个毫不动摇？是毫不动摇的巩固发展公有制经济，另外一方面毫不动摇的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这个话就非常的下流。你想一下，如果你毫不动摇的发展公有制经济，盘子就这么大，你说你在发展公有制经济，你怎么可能还在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呢？这不是骗人是什么？对吗？你只能发展一样，你怎么可能发展多样？多样怎么同时发展？你说我盘子是在增长，在盘子是增长，增长是有个过程的，对吗？在一个时间点上，那盘子就是固定的，你怎么两个同时鼓励？这不就骗人吗？就中共就一开始就在骗人，然后当时他又在讲，当时就讲啊，民营经济在整个经济体系当中有重要地位，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 GDP，70%以上的科技创新，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新增就业和企业数量，这是刘鹤讲，所以非常非常臭流氓。然后最后，你看他这个采访最后一句话，这是2018年，他说我最后想说一句话，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只要大家我们遇到的困难和问题都是前进中的困难和问题，只要大家牢记这一点，心就会静下来，心就会死了吧？我看你是啊，他就说了番这样的话。所以我们今天就必须把刘鹤拎出来打脸啊，这是第一个啊。我们是不是又超时了？最后这个讲不了了。
大连风情街的这个故事呢，大家都知道，我简单的说一下啊。8月21号试业，大连风情街，大连的日本风情街，其实呢，这个名字不叫大连日本风情街，它实际上名称叫盛唐小京都。但是好在没叫这名字，这个名字比这个日本风情街更刺激，叫盛唐小京都。它的位置位于大连市的金州区，离市中心大概开车要1个小时啊，有点远，其实蛮偏的。那么这个项目投资了60个亿，占地1000亩，其实跟日本企业没有关系。这个项目是谁呢？是大连树源集团开发的啊，它是金石滩国家旅游度假区的一部分，征地是1000亩，所以一上1000亩就要国家发改委批的啊。这个项目是国家发改委批的，也是属于中日贸易示范区的项目，这是在发改委有挂号的项目。这个项目肯定不是大连自己偷偷摸摸搞出来的项目。21号试业，开了9天时间，停下来。为什么？网上人骂他这个卖国媚日啊，卖国媚日呢？这个项目运营的时候呢，有29家店这个进驻，包括什么松下，然后什么广岛县的特产店、北海道专店，还有什么拉面馆、日式点心，因为它风情街嘛，日本风情街，你看得过去大部分是跟日本相关的产品有关啊。然后除了它的商业街，还有什么呢？还有酒店，还有别墅，预计是2024年这个完成啊。那么当时不知道它火不火，反正看见有人排队，看见有人排队不一定火啊，大家别以为有人排队就火啊。结果网民就出来骂这个大连怎么着啊？其实大连最后这个项目，最后这个商业街的管理部门发通知说试运营停好了，我们做完了，做完就停下来啊，这个公司针对运营期间出现的问题进行停接修整，然后正式开始的时间另行通知。这件事情呢，那我们讲几件事啊。第一个，大连从目前来看，大连是东北经济最发达的一个城市，啊，这个没有疑问啊。第二个，对大连来说，日本企业很重要啊。日本企业在华的日资企业有10%在大连，大连离日本非常近，非常方便。你可以看啊，辽东半岛原来是日本的殖民地，就是甲午战争之后就割让了辽东半岛，所以那个时候就一直是日本的殖民地。后来到了1898年到1905年，后来这个其他列强国家干涉，说你不能够独占辽东半岛，后来日本就撤退了。后来就是日俄战争，日俄战争打下来，俄罗斯被这个日本打败，然后日本又占领了辽东半岛，其实就是辽宁大连，然后一直从那个时候开始，日俄战争一直打完之后，就是1905年到1945年都是日本殖民统治，所以其实日本对辽宁的这个当然中间还涉及到什么？涉及到这个伪满洲国的情况啊，是这一系列的这个事情啊。那么实际上，日本对东北的统治，包括日本对东北的殖民统治，和日本最长的是在辽宁，最核心的是大连，所以日本跟大连的关系很密切，飞行距离也很近。然后你可以看啊，日商在辽宁更多，然后是韩商在山东最多，都是地理上的距离很近。那么，然后你就开始发生一件这样的事情，这件事情说明什么？
说明2点。第一点，中国社会你看开始退化，就是你开一个这样的街，你开始说抗日言论，抗日言论当然跟什么有关？跟这个抗日神剧有关，洗脑，不断的洗脑，宣传这种对日的仇恨啊，就是仇恨教育。仇恨教育，中国的仇恨教育针对2个国家，第一个国家是什么？日本，第2个国家就是美国。仇恨教育其实就是这2个国家。日本呢就有依据啊，这抗日战争，美国没有依据，纯艺术形态啊，这个仇恨教育，这是这个仇恨教育的其中一个结果。但是呢，你可以看，当网民有人在网上发出这样的言论的时候，这里面有2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很显然，日本风情街的开发商背景不太强，没有办法及时摁住它。摁不住它怎么办？本来应该地方政府会消音，中共有这么强大的数字集权工具，它1秒钟就给它灭掉，但它不灭，为什么？政治气氛，政治气氛是这样，然后最后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关门，这是什么？这就义和团嘛，义和团，这就是义和团的复发嘛。义和团的复发向所有的外资企业敲响了警钟啊！中国的风险，商业风险巨大，投资60亿，投资60亿下去，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开，你一天都是利息得多少，所以这个问题，所以我们之前中共讲要振兴东北，振兴东北，一个是官，一个是民，这2个问题，好吧？好，我们就简单就讲到这里，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我们今天3个主题就讲到这里，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啊，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么进入互动之后，请大家不要聊天，4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啊。另外，我们在这里呼吁大家加入我们的 Patreon 有2个主要的诉求。第一个诉求就是有一些网友不喜欢看广告，加我们 Patreon 之后呢，没有广告，那你就安静在那看吧。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们有一个是音频产品，我们每个节目会变成一个一个的音频节目，音频节目不需要翻墙啊。这有些网友可以订阅我们的 Patreon， 帮助这个国内的网友啊能够看到我们的节目，因为我们节目听音频也不错，所以最近也有一些网友在这么做，大家可以试一下。国内的网友，因为有些网友这个 YouTube 还是有些麻烦，就是打赏啊这些啊，这支付啊有问题，但是 Patreon 这个支付方面会比较方便啊，所以推荐给大家，因为我们提供 Patreon 的服务呢。主要是为了方便这2类网友的需要，好吗？好，情况，2008年到2014年，中国大量基础建设导致钢铁总产量增加，这一段我有参与到。这一段时间，中国基本金属产品出口简直是黄金时代，随便做一单都是办公室文职1年的薪水。从2015年之后，生意越来越难做，但利润依然可观。直到2018年，川普对中国的301条款，后来的贸易战，生意就特别难做。OK， 观点：习只是单纯的想把中国改造成他小时候的样子，同时得到毛的地位。他内心始终不认可改革开放，韬光养晦，只顾赚钱，在习的眼中是对革命理想的背叛。毛在天安门一呼百应的风光无限，这才是习的梦想与天堂。OK， 观点：9月4日，延安安塞腰鼓山因暴雨导致大批窑洞垮塌。9月3日，习近平宣布设立北京证券交易所。9月5日，天安门广场就落下一只黑天鹅。从共产党的龙兴之地到主政之地都有凶兆，看来老共时日无多。OK， 情况：周围失业的年轻人逐渐多起来，
有一亲戚家小伙，本科毕业，在民企干了4、5年，过去半年原公司拖欠工资5个月，耗不动了，辞职后2个月没找到新工作。OK， 2个月没找到不过分呐。现在找工作没那么容易了啊？为什么？就业岗位少了，就业岗位少导致就是大家找工作都没那么容易啊。所以我在节目当中不断的呼吁大家，其实这件事从去年年底开始，我就一直在讲。现在这种场景，我们现在这种中国的经济形势啊，3件事提醒大家：第一个，能不投房地产就尽量不要买房，除非是你自己住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不要投资理财，不要碰基金理财产品啊。有朋友提醒我说，有些这个理财产品还是不错的。是的，我知道，基金产品也有不错的，但问题是你辨别不了啊，你怎么辨别？我们的很多网友根本不懂这些东西啊，完全不懂啊，你怎么去？你既然不懂的话，你就不要去搞它，不要碰，这是第二个，就是投资理财、基金、股市，投资这一块尽量保守，然后就是保有持有现金，啊，持有现金这块你也可以考虑持有一些外汇，啊，这是从去年年底开始我一直在讲这件事，倒不是说你能够有些人说啊，你让我买外汇，结果我赔了钱，是的，会赔钱，这是保命，保命不是帮你挣钱，你会有一些损失，这个一定会发生啊，你自己衡量。还有一个是什么？还有一个就是尽量的不要跳槽。为什么？现在经济不好，岗位不容易啊。你以为你还没感觉到的话，你不小心，因为在经济畅旺的时候，很多人先辞了再说，晚2个月回来再找工作。那个时候很多人都觉得中国机会很多，大家都觉得我们要跟国内搞好关系，很多人是要跟中国搞好关系，就是想给自己留一条路。中国经济畅旺，机会比较多，大家都是这么想。但实际上，你从2018年到2019年开始，这个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你在中国找一份工作，特别找一份你觉得还不错的工作，难度非常高，所以尽量不要跳槽。情况风情街关闭后，东芝大连有限公司正式官宣，公司将于2021年9月30日解散，公司员工过千。据悉，东芝公司将于12月底关闭在中国24个城市的33家工厂和研发机构，业务全部转往日本和越南。OK， 日资企业其实已经走得差不多了。走的比较快的是韩资企业，韩资企业走的比较快，特别是一些跟手机啊，这个三 C 行业走的最快，是因为韩资企业还是抱团比较厉害，一走全走。那天我说三星已经没有了，后来有人跟我讲三星还有家厂，后来我一查，真的三星还有家厂。那估计还是想不要彻底翻脸吧，跟中国还是搞点关系。因为虽然3G 手机在中国卖不动，但是它还有很多的产业，很多的市场。观点：数字经济有去中心化的趋势和特点，特别是比特币之类的区块链，鼓励搞起来等于挖自己高压控制大数据的墙角。数字经济跟比特币跟比特币有什么关系？比特币是加密货币啊，数字经济讲的是跟数字有关的经济，互联网就是数字经济啊。情况前几年日本的电视台介绍大连的日本风情街，我当时就跟太太说，开发商已经不懂政治，这个项目一定会被叫停，他不相信。果然我的预言成真啊，那你很厉害，厉害啊！情况
昆明的一个比较有名的教堂马上被拆除，很多人相信也有粉红去打卡留念，可是大多数打卡留念的人都不知道教堂代表什么，只是跟风而已，无奈无法发声，只能默默的感觉心痛。历史与信仰就这样消失在尘埃当中。嗯，中中国其实从3年前开始就在拆什么，他在做几件事。第一个，去标志化，就是把教堂的十字架拆掉，这是一步啊。然后把清真寺的特征去掉，去特征化，就让你看不出来这是个教堂或者是清真寺，这是一个啊。然后就开始整治什么，抓这个地下教会、家庭教会，就是你必须到我指定的地方去，那就是三自会啊，叫三自会啊，三自会是共产党控制的教会啊，就在做这些事情。然后你可以看各地少数民族的这个啊3个字反人类啊。请问王老师，中国9月份铁矿石进口断崖式下跌，是减产还是有其他事情在酝酿？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呃，减叫什么？呃碳排放，控制碳排放，控制碳排放呢，就控制什么？控制钢厂的这个开工率，控制钢厂开工率，你钢厂控制开工，那我还进那么多铁矿石干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铁矿石进口下降，说明什么？说明钢产量在下降。钢产量下降的原因是因为需求在下降。需求下降的原因是什么？什么跟钢有关系？几个核心，钢是原材料，所有的工业活动都要用到钢。那么汽车要用钢，还有什么？制造业要用钢，还有什么？房地产要用钢。房地产投资下跌的很厉害，所以你房地产下跌的很厉害的原因是什么？房地产市场这些快捏爆了，已经快捏爆了，有些地方正在爆，3、4线城市已经爆，现在就看1线城市跟2线城市，2线城市你看的已经奄奄一息了，1线城市现在反正就是深圳在爆，上海还行，上海还没有还在撑着，然后深圳有些地方也在爆啊，上海有些广州有些地方也在爆啊，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况。所以反正你看见钢产量下降，这个经济就在往下走。观点看了黑天鹅事件的报道和视频，是人为的可能性更大一点。这让我想起陈胜吴广起义里面的大楚兴陈胜旺。重点不是黑天鹅象征的祥瑞还是凶兆，而是人们更愿意相信它象征什么。就说的很对，这一点从现在网上全说它是祥瑞可以证明，是怕人们把它和灰犀牛和黑天鹅这些有特定意义的词汇联系起来。如果真的是人为，更能说明一点，天下苦行久矣啊。OK， 这个观点很好，很不错的观点啊。现在讨论国内的政策，都认为是习是暴君，一切都是因为习才造成了如今的局面，把共产党和习切割开来，这种观点比较片面啊。现在的政策是为了共产党维护自己最核心的利益，必然会走到的一步，而不是归结于习一个人，换一个人也会如此。我不知道，我们没有办法同时走入两条河流啊，我们只能踏入一条河流。我们踏入这条河流以后，我们就面对着这条河流的这个水的情况，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假设
我们不走进这条河流，我们走进另外一条河流会怎么样？同样的道理，就是你现在看到中国的情况，其中有一个变量就是习近平上台。习近平上台之后，他推动了一系列的政策，导致了我们现在看到的今天的这个局面。那么这个局面跟习个人有没有关系？有绝大的关系，因为可能另外一个人就不会推出这种政策，会推出另外一种政策，那么我们会见到另外一个结果。那么当然，习执政不是他个人执政，是共产党在执政，所以习近平是这一系列政策的始作俑者，但是执行这个政策是整个中共在执行这个政策，所以决策排第一，执行排第二。所以我们为什么上来要把账算到习近平头上？原因是他决策。共产党能跑掉吗？当然不能跑掉，只是我们不说而已。不说并不是不存在，或者是不追究。共产党在执政，整个习近平的政策都是共产党在执行，所以没有人说要放过，把习近平跟共产党切割，那切得开吗？怎么切得开？他是共产党的总书记，所以这个没有道理啊。说我们把责任放到习近平身上，就是让他跟中共切开，切不开。他是中共的总书记，他不是中共的总书记，他算什么聪？算哪个聪？说聪明又不聪明，帅又不帅，对不对？黑老大一个，所以我基本上我不同意这个观点。是没有人把责任归习的一个人，习近平，中共中央总书记，这是他的第一个身份啊。观点习的一系列开历史倒车的动作，实际上是对他自身权力的担忧。架空国务院，从地方收权、干掉私企、团灭教培等等，都是由于他本身上台时的权力很弱，就一个劲的抓权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对任何影响他地位的因素都要灭掉。嗯，我还是有点不大同意啊，就是说，习近平的政治权力在现在，就是说我们不说别的，我们就说在19大，习近平权力已经空前了，他已成为习核心，他所拥有的权力比胡锦涛、江泽民甚至毛泽东还要大，他权力非常的大。你说他做这一系列团灭团灭私企、团灭这个教培，是出于这个，我不大同意啊。他自己，你看习近平往那一站，哇，这个脚，你有没有请大家关注一点，习近平的站姿，你见过有人把腿叉的这么开的，两脚一叉，叉这么开，你见过吗？而且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国家元首，往那一站，那么一插，你感觉像个土匪头子就这么站，你不可能一个领导人这么脚往一插这么站，那是不那是不正常。他就是他自己感觉非常好，他觉得我可以这么干，我为什么要这么干？很多人就不理解，说他为什么要这么干？我觉得第一个条件是什么？就他能这么干，他能把这件事干了，所以，为了不断的巩固自己的权利去做这些动作的理由，我并不认可。这其实呢，就是之前那篇文章叫什么来着？啊，就是帮习近平把这各个政策全串在一起，说是为了应对美国的危险，那都是说辞。我不认为习近平这些动作之间有关联，他就是看着这个不顺眼，他有这个权利啊，他能做到啊，这个不好吧？底下人马上就去帮忙把这事给办了，因为他有这么大权力，他能做到这一点，这才是问题的根本。独裁嘛，独裁有权力没有制衡，
那他为什么现在这么紧张？这么紧张的原因，我就觉得还是那个原因，就是他连任遇到了挑战。但是之前做的这些，我还是那句话，千岛湖式的政策，就是互不关联的这政策，满天星一样的政策，没有关联性，就是什么，就是随意，因为他独裁啊，我是这么看的啊。情绪，我在日本待了快30年了，坚守住中国国籍。这一年来，日本民间散发这种可怕的气氛，让我觉得不寒而栗。国内持续煽动民族情绪，仇日反日，在日的华人未来真的很不乐观。我不理解你为什么在日本待了30年，还保持中国国籍，为什么？如果你觉得中国那么好，你应该回去啊，对吗？你又要在日本待着，又要保持中国国籍，然后又觉得这个在日本的华人又不乐观，我觉得你自己应该想明白，如果你到那个地方，你就应该对那地方有认同，你要认同当地，认同当地的同时，你应该干什么？你应该对他有责任，你不仅仅是要享受当地提供给你的这保护，对吧？这个平台你应该对它也有贡献。当然我不是说你就没有贡献了，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你要重新考虑你的身份的问题。情况同在日本，没觉得在日华人受到任何影响和歧视，因为工作的原因，掌握留学生签证的现状，中国留学生的签证依然保持高通过率，达到95%以上，无任何受歧视的迹象。OK。情绪，中国政治老人曾经面对李光耀的忠告，你们给中国年轻人灌输了太多对民族复兴的自豪感和爱国主义理想，这可能导致不稳定。据李光耀的说法，这位中国领导人说他们会确保年轻人明白这一点，我希望他们能做到。而今中共越走越远，这个人就是邓小平啊，这个人，对，这个人就是邓小平。情况：广西南宁青秀区多了个阳明小区，纷纷要求更名。OK。提问：王老师你好，请问你怎么看待澳门和横琴目前的政策？目前横琴房子已经一房难求，这个政策会不会像海南一样就那个样子了呢？我不知道，我没留意。横琴就是租借给澳门，澳门地方太小，然后把横琴租给澳门，那么是基本上实行的是基本上跟澳门同样的政策。那横琴发展了好多年，搞不起来啊！以前我都采访过横琴，横琴这搞了多少年没搞起来，这一下子就搞起来了。为什么？因为让它变成了澳门。核心的问题就是这样，大家觉得在横琴就是在澳门，所以尽量的去买房，大概是一个这个原因，但其他我就不知道了。情况，我也有朋友在日本工作，但他们始终不肯换日本国籍。目前全家人都在日本生活，孩子也在全日本出生，我实在不理解。还是那个想法吧，觉得中国的机会比较多，保留一个机会。我也有朋友是这样，他在美国生活了十几年，继续保持中国国籍，还是觉得他要回中国。想来想去就这个。提问：请问王老师，德国驻华大使的死亡对中德关系走向有什么影响？中德关系的走向其实应该比较清晰了吧？啊，你可以看德国的政界，包括企业界，都一致要求对华强硬。那么9月份德国会大选，大选之后，我相信德国的政策会比现在还要强硬。你可以看德国的商会，最新的声明就是要求德国政府对华强硬，所以这个问题，是比较清楚的。德国现在基本上你可以看到，德国在欧盟当中是一个核心的力量，所以整个欧盟在转弯，
转弯，而且转得非常的快，3月份一转就转过来。提问：王老师你好，我收听您所有的节目，收获非常大，这是第一次收听您的直播，很开心。请问 Patreon 注册会员只收美元吗？我在国内有办法注册吗？回答：各种货币都接受可以直接使用信用卡支付，在国内可以注册。注册时需要用到 VPN 就是你注册的时候用，因为 Patreon 这个网站要用 VPN 才能上。注册之后听音频就不需要再翻墙那么你可以看，如果你可以去 Patreon 看攻略，也可以在 YouTube 的社区找一下我们 Patreon 的注册的攻略，好吗？好，明谢 Helen， 谢谢，杨，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